中国人用筷子就是破坏森林，应该多学学用刀叉，既文明环保又不浪费资源。中国碳排放超标，再不做出改变，世界气候就完了。在联合国大骂各个国家领导人不环保，说应该禁止人们坐飞机，结果呢，自己穿着动物皮草坐顶级飞机。这个表里不一的人就是来自瑞典的环保少女格雷塔·通贝里。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2018年，一场来自瑞典的森林大火，让03年出生、年仅15岁的通贝里抓住了个机会。他义正言辞地表示，瑞典政府必须要减少碳排放，得积极响应巴黎协定来保护环境。不仅如此，通贝里还不惜旷课3周，天天跑到瑞典的议会大厦进行抗议。为了发动群众力量，通贝里还发动起了星期五为了未来的环保活动，号召全国的学生一起旷课来参加抗议活动。为此，通贝里干脆直接休学1年，满世界的宣传。等到了2019年的时候，全世界将近140万人参与进来，而通贝里借此一飞冲天，火的是一塌糊涂啊！不仅有英国大学花了20万给他弄了个等身的雕像，他还登上了《时代周刊》封面，被评为2019年的年度人物。人们也给他冠上环保少女的称号，因为名气太大，就连联合国都邀请他去演讲。然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义正言辞地指责各国的领导人不保卫环境，他甚至还号召全人类不坐汽车和飞机，而且大家都改吃素等等，发表了一系列的环保理念。种种行为呢，让他看上去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实际上伪善的面具下却是张丑恶的嘴脸。别看通贝里这样号召环保，那样说为人类谋福利，实际上他自己却毫无作为，招标起来那就是无人能敌。就比如说，因为受到邀请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气候峰会，在参加之前，这个人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，说他不会坐飞机去，而是坐零排放的帆船去美国。而且为了表达决心，在船上呢吃的是压缩食品，上厕所用的是一个桶，整个过程持续2周。如果是真的，可以说那是相当的环保啊。结果呢，立马就媒体啪啪打脸，说船上出现了不少塑料水瓶，他坐的那艘帆船也价值不菲。离谱的是，这船嘛本来就在美国，只是有工作人员坐飞机到美国后，从美国托运回瑞典的，然后再由他坐着去美国参加会议演讲。最搞笑的是，参加完活动的通贝里转身就坐飞机飞回瑞典，只留下工作人员坐帆船感受零排放的漂流之旅。当然，通贝里的离谱操作不止一点。2019年，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了张图片，带着大量的环保行李，孤独的坐在火车过道边的地板上，让德国铁路挨了网友的一顿谩骂。这德国铁路也不服啊，好端端的就背上这么一大口锅呢。于是立马发文澄清，说通贝里买的是1等座，而且在乘坐期间，德国铁路也一直提供了优质服务，他的行李一直有专人看管保护。此外还有什么宣传动物保护，结果穿着动物皮草坐真皮椅子，宣传吃环保食物，结果自己连面包边都不吃等等。他还借着自己的影响力肆意的污蔑中国，中国人用筷子就是不环保，得用刀叉。世界气候为啥会出问题？那就是中国排放量太高了，一通胡言乱语，搞得像我国才是破坏全球环境的罪魁祸首。说实话，这些言论唯一能表明的就是他匮乏的常识。我国是用筷子，但制作的原材料却是生长周期极短的竹子，这种可再生资源，无论从环保还是经济成本上来看，怎么看筷子远远没有金属刀叉那么浪费和不环保。对于他所说的中国碳排放很高，严重影响全球气候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我国的人均碳排放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，甚至低于 10.5 吨的人均值，而美国呢，人均却高达 17.6 吨。对我国横加指责，对美国的高数据却视而不见，这就是环保女孩虚伪至极的双标行为。就连普大帝都曾这样评价过他，保护环境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如今却有政客借着孩子来满足自己利益，是可耻的。对于这个被西方媒体高高捧上天、何不食肉糜的孩子来说，环保是什么？他真的清楚吗？在他对环保夸夸其谈时，全世界新增绿化面积，我国就单独占了1/4。无数的治沙人用自己的双手在沙漠种满梭梭树，把毛乌素沙漠从沙海变成了一片林海。环保从来都不是喊喊口号而已，少说多做才是真理。如今曾万人追捧的环保少女，现在却被包装过她的西方媒体们指责通俄，肆意的嘲弄谩骂。说到底，她不过是西方的一枚棋子，而现在这枚棋子失去了价值，当然就会被西方无情的抛弃掉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起的小手，来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